有一种传染病被感染后几个小时就能丧命，然而更加可怕的是，死后会变异成非常恶心的变种生物，成为传染病的傀儡，继续祸害人类。那么它究竟是何方神圣呢？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上期 SCP-354 血池的片子，没想到大家反应那么强烈，收到了许多朋友的留言和私信。那么废话不多说了，直接再搞一期 SCP 给大家过过瘾。上2期留言里面发现，大家对于 SCP-610 这个憎恶之血肉也非常感兴趣，但是有粉丝担心过不了审核。没事的，只要经过正正手上的片子，一定能过的，你们懂的。正正一向是有求必应，但是还是提醒一下各位，本期画面可能会有点不适，看之前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哦，有你们的支持才有我做下去的动力。SCP-610 呢是一种 Kate 级的项目，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会传染任何与它接触的生物。最初的记录报告是来自于俄罗斯政府，这些报告主要是包括该地区的农民莫名其妙的失踪，直到警察和政府派出的特工都没有在72小时回来报告，政府便立刻派遣了一支军队到该地区，发现大事不妙，迅速撤离，并与 SCP 基金会联系展开调查。由于他们发现 SCP-610 的感染范围很广，无法进行有效的收容，所以俄罗斯政府已经批准了建立边界，以军事行动的名义隔离该地区，目前被隔离在西伯利亚南部贝加尔湖附近的一片小型区域里面，还不知道它的起源以及各种是否有任何治愈的方法。据基金会后来的观察， SCP-610 似乎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皮肤病，类似于皮疹、瘙痒等。如果人类被感染后3个小时之内，该疾病会导致胸部和手臂区域会形成重疤痕的组织，再过1个小时左右，疤痕就会蔓延到腿部和背部。5个小时之内，受害者的正常生命功能都会被完全消耗光。如果是在高温条件下，还会极大的减少传染病传播的时间，最快仅需要5分钟就能完全感染。一旦感染完成后，受害者的生命功能将会停止大约3分钟左右，此后他们就会变成丧尸一样，身上的疤痕组织就会开始自行移动并迅速增长。不仅正常的人类特征会逐步消失，还会随机发生感染突变。据记录，有的受试者会长3、4条胳膊或者腿，头部也可能变得畸形，变成大头娃娃或者长脸怪。更诡异的是，受试者身体的某些部分也会裂开，会长出更多的肉球分支。而且在未知的条件下，受感染的个体会将自己放置在适合扎根的位置，然而身上的肉组织就会疯狂生长，开始蔓延到周围的所有物体上，感染并消耗掉它们。然而那些被感染的人都会立即寻求帮助，也正因为这种本能的求生冲动，导致了更多意外的感染。那些感染者会积极的传染给别人，任何在不确定区域内接近他们的人都可能中招。一旦他们的视野里出现未感染者，就会被当成目标。如果被感染者瞎了，那保持在30米距离外还是很安全的。SCP 基金会执行了许多次任务，用于研究610区域内是如何感染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其中一次利用无人机进入该区域时，从感染区带回的空气样本中发现了一种微型粒子，一旦暴露在这种微粒之下， SCP-610 就会扩散。这些特殊测试的结果证明，除肺部和肝部外，感染过程需要几天时间。这些测试也都是在焚烧的环境下进行的，在接触的2小时乃至24小时都会面临设施破坏的风险。SCP-610 所吸收的地上区域均与大型肉瘤相连，该肉球是由大量的受感染和未受感染的人和动物组成的，球体控制了大范围内的所有感染者。然而主要的感染源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地下水池，像是液态的 SCP-610。在这个水池附近是一座废弃的教堂，教堂的钟声响起时，一些红皮肤的感染者会进入。SCP 基金会执行完任务之后，正在开发一种方法来永久消除和收容 SCP-610。尽管只要无人出入这些感染区域，就可以将 SCP-610 视为一个无效化级的威胁，但是真正觉得对于涉及感染一类的东西，还是会让人觉得很恐怖。那种未知的恐慌， SCP-610 感染过程的详细描写、外貌的描写等，你完全可以想象出整个区域都是感染者将会是什么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不过 SCP-610 的恐怖主要还是由于它生理上的不适，而并非那种细思极恐、压抑黑暗的感觉，丝毫没有掩饰。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老规矩，留言区留下你们最喜欢的 SCP， 别忘了点赞哦，我会挑一个点赞最多的下期给大家安排。喜欢本视频的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哦。我是正正，那我们下期再见啦。